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硬核又八卦的话题：为什么在美股市场，散户炒股总是亏，而佩洛西炒股却能赚得盆满钵满？你没听错啊，就是那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前议长，天天在国会山喊着民主和自由，转身却在股市里玩的比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还溜的那位女士。美国网友都调侃说，跟着佩洛西炒股从不亏钱。甚至有人干脆搞了个 ETF， 名字就叫做佩洛西追踪基金，专门模仿他的交易。这事儿呢，听起来很魔幻，一个政客居然靠炒股稳稳的赚钱，比散户、比专业的基金经理还准，这不禁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拿到了什么内部的剧本呢？而更关键的是，佩洛西炒股的秘密武器并不是大家熟悉的买股票长期持有，而是一个很多人听过却没有搞懂的金融工具——期权。说到这儿，你可能会一脸问号，期权、期货、商品期货、股指期货，这些词儿听起来好像都有点相似，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套娃，越听越绕？没关系，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一次性都讲清楚期货和期权的区别是什么，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又有啥差别？佩洛西到底是怎么靠期权在美股里赚大钱的？这期视频呢，我就用最简单的例子、最接地气的比喻，带你搞懂这些看似高冷的金融工具。我保证看完之后你虽然不一定马上能赚到钱，但至少在听到期货、期权这些词儿的时候呢，不会再一脸懵。更重要的是，你能够理解这些金融工具背后的意义。为什么期货本来该是农民的工具，而期权呢，实际上是政客的武器？好了，咱们的故事正式开始。首先，咱们把几个概念讲透。第一个就是期货。很多人一听到期货这个词儿脑子里可能会自动冒出未来的货这个意思。没错，你的直觉是对的。期货呢，其实就是关于未来的一个合同。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合同呢？我们来打一个最朴素的比方假设你是一个农民伯伯，那今年开春种了1000斤大米，到了秋天你准备卖掉，可是呢心里犯嘀咕，现在大米的价格是3块钱一斤，万一到了秋天跌到了2块钱，那你不是白辛苦大半年了？于是呢你就找了一个米商，两个人一拍即合，签了一个合同，就说3个月以后的秋天我保证还是要3块钱卖给你。这个合同其实就是期货。到了秋天，如果米价跌到了2块钱，那农民伯伯就高兴了，因为他赚了。可是如果米价呢涨到4块钱，农民就亏了，因为合同写死了，只能按3块钱交易。所以期货其实它的本质就是提前锁定未来的价格，规避不确定性。期货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它的历史老长了，最早能追溯到18世纪的日本。当时大阪有一个叫做唐岛米市的地方，那个时候大米是当地的硬通货，武士的工资不是发钱，而是发大米。可是呢，米价一波动，那武士的生活就乱了套。于是就有聪明的商人发明了米票这个东西，这其实就是早期的期货合约。后来到了19世纪的美国，芝加哥成了农产品的集散地，农民怕粮价崩盘，商人怕粮价暴涨，于是大家在芝加哥专门搞了一个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这就是现代期货市场的鼻祖。商品期货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农产品和原材料，比如刚才我们用农民锁粮价的故事，已经让大家理解了期货的含义。那我们再来一个更现代的例子，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最怕啥油价暴涨，因为一涨油价，那机票的价钱呢都不够飞机加油的。所以你像美国航空、汉莎航空，他们这些大的航空公司都会提前买原油的期货，锁定未来1年的油价，这样哪怕油价翻倍，他们的成本呢也不会飙上天。而且历史上真有过惨痛的教训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对冲，结果油价暴涨，导致公司亏到差点破产。这就是期货对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期货，可能很多相关企业都活不到今天。那除了商品期货，还有一个更有金融味儿的东西，叫做股指期货。什么叫做股指期货呢？就是股市指数的期货合约。比如说标普100纳斯达克100沪深300都能被做成股指期货。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对冲风险。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基金经理，手里拿着一大堆苹果、微软、英伟达的股票，
你当然非常看好它们未来的长期价值。可是你担心下个月如果美联储加息了，那市场短期会大跌，到时候业绩难看，投资人会骂你，怎么办呢？你会去做空一些股指期货，这样啊，一旦市场真的下跌了，虽然你手里的这些股票亏钱，但是股市上股指期货会赚钱，那刚好呢会把你的损失补上。所以说股指期货就好像是基金经理的保险单。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既然期货这么有用，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它是赌场呢？答案很简单啊，因为人性。本来呢，期货是农民的雨伞，基金经理的保险单，但是后来呢，被一堆投机客盯上了。他们可不是用来锁定风险的，他们只是想赌大小，赌油价要飞啊，赌大豆要跌，赌黄金要涨上天，赌股市要崩盘。于是，一个原本挺正常的风险管理工具，就硬生生的被玩成了赌场的筹码。特别是有了杠杆之后，有人用1万块钱在期货市场里能放大成10万块，甚至100万块的合约。那结果呢？市场稍微一反向，就直接会让他们爆仓，血本无归。期货市场的本质，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它是农民的雨伞，是商人的安眠药，它是企业的保险单，是基金经理的安全带。但是在投机客眼里，它就是赌桌上的一种游戏。讲到这儿，你对期货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聊点更刺激的期权。为什么说散户玩期货是九死一生，佩洛西玩期权却能够稳赚不赔？接下来呢，我就要讲清楚咱们今天的主角了啊，期权，英文叫 options。什么是期权？其实很简单呢，期权的关键呀，就是2个字：权利。你买了期权，就相当于你获得了一项权利，就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你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买或者卖某个东西。注意啊，是有权利而不是有义务，这一点和期货是最大的不同。我们还是用最贴近生活的例子买房来给大家举例。假设你看中了一套房子，价格是100万，你手里钱不够，或者呢你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买，你也不知道未来会涨是跌，于是呢你掏了5万块钱先交个定金，卖家答应你啊3个月内随时可以用100万的价格来买走这套房。这个时候呢，你相当于买了一个看涨期权，叫 call option。结果3个月以后呢，房价涨到120万了，那你当然很开心的会用100万把这套房买下，你可以转手再卖掉，这样轻松就赚了20万。注意哦，你一开始只掏了5万的定金，这笔买卖的收益率就非常快了。听到这儿呢，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哎，没错，这就有点像咱们当年楼市里的炒楼花。先交一点点定金，把买房的资格锁住，房价一旦大涨，你转手一卖这个资格，钱就到手了。如果房价跌呢，那你就最多呀亏掉定金，拍拍屁股走人。区别是炒楼花的合同呢不一定好转手，得找下家接盘，而期权在交易所里可是标准化的合约，随时可以买卖，流动性强得多。所以你看呀，期权其实就是金融市场里的炒楼花，风险有限，但一旦方向对了，那收益能放大好几倍。其实生活里到处都有期权思维，你买演唱会的预售票，相当于锁定了未来的入场权，票价涨了你赚了，票价跌了你也能退。你点外卖预付定金，商家承诺你留位置，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期权合同。甚至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就最早玩过期权套利，他预测橄榄会大丰收，于是呢提前付了一点小钱，拿下了橄榄压榨机的使用权。后来当年果然大丰收了，榨油机需求暴涨，他转手租出去，大发奇财。这就是史书上最早的期权案例。所以你看呀，期权并不是新鲜事物，它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存在了。期权分为2大类，看涨期权叫 call， 赌未来会涨；看跌期权 put， 赌未来会跌。举个例子，你觉得苹果要发新品了，股价可能上涨，于是你买了看涨期权，结果真的涨了，那你就赚翻了。反过来，如果你觉得美联储要加息，股市要崩了，那你呢可以买看跌期权，股市如果真的跌了，那你的期权反而会暴涨。这也就是期权的妙处，它既能让你在牛市里赚钱，也能让你在熊市里赚钱。听到这儿，很多人就心动了，这也太爽了吧，赶紧告诉我怎么买期权。别急，接下来我肯定要提示你，风险才是重点。第一啊，这个期权它是有时间价值的，它就像牛奶一样是有保质期的，越接近到期，它的价值越快缩水。哪怕股价没跌，但只要它涨得不够快，你的期权也可能归零。
第二呢，就是杠杆，它是一把双刃剑，股票涨10%，你的期权可能涨200%，但是股票如果跌10%，那你的期权呢，可能直接变废纸了。所以有人调侃呀，期权不是投资，好像买彩票一样，中一次爽翻天，不中就直接归零了。第三，它的价格不仅受股价影响，还受市场情绪的影响，专业术语叫做隐含波动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市场的情绪值。当大家都很恐慌，觉得股市要大起大落，期权的价格就要变贵了。当大家都很淡定，觉得股市稳得像老狗一样，那期权呢就会变得便宜。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很懵，股票明明没怎么动，为什么我手里期权的价格还跌了？原因就在于市场的恐慌情绪退潮了。换句话说，这个隐含波动率就是期权价格里的一层情绪泡沫，恐慌大，泡沫就大，恐慌没了，那泡沫也就没了。我们用3句话总结一下期货像结婚，你领了证你就得负责到底。期权像谈恋爱，爱就继续，不爱就分手，风险还是有限的，收益有可能无限，当然归零的速度也会无限快。这就是期权的魅力，也是它的风险。讲到这里，也许你已经可以意识到，期权对于散户来说还是九死一生的赌博呀。那为什么佩洛西却能够靠期权在美股市场里稳稳的赚钱？他在国会任职期间的年收入也就是17到20万美元之间，但是2025年他的净资产竟然达到了4.13亿美元。他在2024年的股市回报率超过了54%，已经超过了巴菲特那一年的成绩。剖析佩洛西的美股持仓，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善于玩期权的高手。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扒一扒佩洛西到底是怎么玩期权的，他的财富密码是什么。佩洛西最爱买的就是美股科技股的看涨期权。为什么是科技股呢？因为科技股的波动大呀，消息面敏感，只要有利好，股价往往是像火箭一般起飞。你看佩洛西的持仓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苹果、微软、谷歌、英伟达、亚马逊，全是美股市场最硬核、最容易被政策影响的票。2021年，美国国会推进一项芯片法案，准备砸50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在法案正式通过之前，佩洛西的老公保罗·佩洛西突然豪掷数百万美元买入了英伟达的看涨期权。果不其然，几周以后呢，消息落地，英伟达的股价大涨，他家的期权收益翻了好几倍。这事儿呢，直接把美国网友给气炸了。有人在推特上说，散户盯着财报炒股，佩洛西直接盯着国会法案炒股。还有一次，佩洛西的老公买入了特斯拉的看涨期权，没过多久，美国政府宣布新能源补贴政策，特斯拉的股价嗖的一下就窜了上去，散户们哭笑不得。马斯克自己都没压这么准，佩洛西和老公呢是压一次就中一次。2022年，美国国会推出一个法案，涉及政府采购软件和科技监管。佩洛西和老公又是提前埋伏，买入了微软和谷歌的期权。等消息公布，两只股票应声上涨。这个时候，散户发现原来政策红利是可以被提前下注的。所以总结一下，佩洛西靠期权赚钱呢，主要有3点。第一，他票选得准，全是苹果、微软、英伟达这种美股的科技巨头，上涨的概率呢本来就比那些小票大得多。第二，他工具用得巧，他没有直接去买股票而是买看涨期权，花小钱儿办大事，撬动大收益。股票涨10%，他的期权有可能涨200%。第三就是信息差巨大。他天天在国会里参与政策讨论，哪个行业要补贴了，哪个公司会受益，他的心里可比华尔街那些基金经理还要清楚。当然，佩洛西的操作在美国民间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就质疑说，他身为国会的议员，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这不是明晃晃的内幕交易吗？还有人呢发起了请愿，强烈要求禁止国会议员炒股，短时间内就收到了几十万的签名。但是讽刺的是，佩洛西本人却在记者会上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议员也应该有权参与。一时激起千层浪，美国网友简直炸锅了，自由市场，你这叫特权市场吧？散户们没有办法，干脆换了个思路，既然你这么准，那我就跟着你买好了。于是美国市场上真的出现了一个模仿盘，叫做佩洛西投资组合追踪器。甚至还有 ETF 基金公司聪明到打算推出专门的产品，直接跟踪佩洛西的申报交易。
你看，这就是美股散户们的无奈。同样是炒股，你拿到的顶多是公开的财报，但是佩洛西拿到的是未公布的政策草案。就像打麻将，别人暗牌都摊给他看了，你还想赢吗？同一个股市，散户玩的是概率，佩洛西玩的就是确定性。但问题来了，那既然佩洛西能靠期权发财，散户能不能也照葫芦画瓢赚一点钱？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散户玩期权大概也是十有八九会亏。为什么这么说？来，我们拆开来看。首先，时间是散户最大的敌人。买了股票，大不了跌了，你可以死扛。今天跌了没关系，放个3、5年，说不定还能涨回来。但是期权可不是了，期权就像一瓶牛奶，它有保质期，一到时间，你赌的方向不对，甚至涨得不够快，哪怕差1毛钱，你的整张票立刻作废。很多散户最常见的遭遇就是方向其实没压错，股价呢也的确在往上涨，可惜涨得太慢，等到它的期权到期的那一天呢，这张票还是一文不值。我们以购买看涨期权为例啊。这个事儿本质就相当于你锁定了一个未来买入的价格。我们假设你花500块买苹果的看涨期权，约定未来3个月呢，你可以以100美元的价格买1股苹果的股票。只要在那个到期日之前，苹果的股价涨到了200、300，甚至是1000美元，那你都可以用100美元的价格买入，再卖掉。股价涨多少，你的盈利空间呢就有多大。由于股价理论上是没有涨停板的，也没有上限，所以这就叫做收益无限。但是如果股价只是慢慢的涨，3个月呢才涨到了90美元，虽然你压住的方向没错，但是没有涨到你赌的价位，这张期权就等于过期的废纸，你的那500块本金还没了。所以期权不光是要看方向对不对，还要看涨得够不够快，涨得够不够多。第二，期权的魅力在于杠杆，可是杠杆呢是一把双刃剑。股票涨10%，期权可能涨200%；同样的，股票跌10%，期权可能直接归零了。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20年，美国有一个20岁的小伙叫做亚历克斯·卡恩斯，他在 Robinhood， 就是美国的一个散户炒股 APP 上面呢玩期权，因为系统显示错误，再加上他自己对期权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以为自己爆仓且欠下了将近100万美元，结果想不开，开枪自杀了。事后证明只是这个显示的 bug， 但是期权的风险的这个放大效应足以让一个年轻人精神崩溃。这就是杠杆的残酷，期权能够让你一夜暴富，也可能让你一夜暴毙。第三个就是这个信息差对散户来说永远存在。大家想散户炒股靠什么？通常就是靠新闻、靠微博、靠朋友圈之间的传言。可是等到散户看见新闻呢，人家机构早就建完仓了。刚才提到的佩洛西炒股靠什么呢？人家靠的是国会内部的讨论，政策未公开前的风向。所以同样一笔交易，在散户买的时候，他已经建完仓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股民调侃说散户炒股是在玩捉迷藏，佩洛西炒股是提前按照剧本在走。第4个原因呢，就是散户还是容易上头。期权有一个陷阱，就是看似便宜。你看一份苹果的期权可能只要几百块美元，散户一想这个钱我还是花得起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结果就会导致他们的频繁交易。今天梭哈特斯拉，明天梭哈英伟达，后天梭哈小盘股，表面上像在买一张张彩票，但是每次呢都会导致他们的权利金亏光，账户余额一天比一天薄。开始他们会觉得只不过是小钱儿，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亏掉大部分的本金了。期权最可怕的不是一次让你赔光，而是慢慢的把你榨干。第5个就是技术复杂程度还是比较高。别忘了这个期权的定价不仅仅看股价，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专业指标叫做隐含波动率。简单说，市场越恐慌，期权越贵；市场越平静，期权越便宜。所以有的时候呢，股票价格没怎么动，但是这个隐含波动率掉下来了，那你的期权就会直接腰斩。而对于没有金融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散户来说呢，这简直就像是在暗夜里走迷宫。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赌股价，实际上呢，还在赌市场的情绪。不光是在美国在中国的 A 股市场，散户玩期权也是一样的惨烈。比如上证50 ETF 期权，2015年刚推出的时候，很多散户就冲进去了，结果因为不懂这个时间价值，大量的合约直接归零，有人半年就亏掉几十万。最后呢，在论坛上写总结，
玩期权，学费就是你的所有本金呀。所以为什么散户玩期权十有八九还是会亏？归根到底呢，3个字：不对称。第一，时间不对称，散户没有长期资金啊，熬不过时间。第二，信息不对称，散户只能看公开新闻，永远是落后半拍。第三，心态不对称，散户容易急功近利，上头频繁操作。而期权本质上是一场和时间、信心、资金的博弈，散户在这3方面都处于劣势，那么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刚才呢，我讲了期权的风险，讲了散户为什么容易输，那你可能会想了，难道用了期货、期权这种工具就只有赔钱的命吗？就没有人靠他们发大财吗？当然有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2个特别典型的人物，一个是华尔街被称作原油期货之神的皮埃尔·安杜兰，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政坛国会山期权女股神南希·佩洛西。皮埃尔·安杜兰是法国人啊，牛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早年在华尔街的高盛等机构工作，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在期货和大宗商品市场混的是风生水起。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他大胆的做空了原油，获得了210%的超高收益率。接着从2014年的暴跌以及2016年的反弹，他总能精准的踩点，屡战屡胜。2020年疫情全球爆发，他精准的预测了负油价，一战封神。在2020年2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在和一些顶尖的原油交易员共进晚餐的时候表示，因为疫情引发的封锁可能会让油价变成负值。这个观点在当时显然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油价怎么能负呢？因为当时很多顶级的交易员看到油价已经跌得很严重了，已经开始考虑抄底做多了。而安杜兰从当年的2月下旬开始啊，通过期货市场积累了大量布伦特原油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空头头寸。结果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2020年4月20号，美国原油史上史无前例跌到了负值，而且最终呢以负的37.63美元成交，跌幅超过300%。在市场大面积穿仓之时，安杜兰的对冲基金净值竟然大幅飙升。而当年4月，政府逐渐出台刺激措施之后，安杜兰又果断地退出空仓，反手空单。凭着这种果断的交易风格，当年安杜兰基金的收益率高达154%，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听上去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但是别忘了啊，它背后呢是庞大的资金、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然而，即便这样的传奇也有落幕之时。2024年，安杜兰大举做多可可期货，凭借对市场库存减少以及对供应短缺的精准判断，基金收益颇丰。但是好景不长，进入2025年，可可的价格暴跌，欧洲巧克力消费量创下了5年新低，亚洲需求也是大幅下滑。国际可可组织发布预警，全球可可供应过剩，纽约可可期货单日暴跌11%，安杜兰的多头仓位遭到了重创。他旗下的基金年内巨亏57%，他不得不减了可可多头敞口，表现得令人失望。期货市场的常青树似乎很难找到啊。当然，另外一边呢，国会山的女股神佩洛西靠着期权把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这些大票玩的是风生水起，似乎呢还从未失手过。当然，这里有个重要的提醒啊，佩洛西和老公的这些交易呢，都按照美国监管的法律在第一时间公开披露了。但是舆论的争议点就在于这个时间点太巧合了，他俩每次都是在政策正式落地之前就提前押中了，于是公众才会调侃说散户炒股靠感觉，机构炒股靠研究，佩洛西炒股靠剧本。但是还是要说清楚啊，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媒体和公众只能对佩洛西内幕交易表示怀疑。美国的证监会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佩洛西和老公进行了违法的内幕交易。所以呢，这只能说是美国的前国会议长炒股的信息优势了。那普通人呢，方向也可能对，比如说你看好科技股，看好新能源，可是你的资金毕竟有限，中途股价一跌，你的心态很容易崩，也很容易中途呢割肉走人。还有就是散户的信息落后啊，等大家看到新闻，机构和政客可能早已经下好了注。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期货、期权，有的人，比如说美国政客佩洛西，就能变成稳赚不赔的传奇；有的人呢，比如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安杜兰，就有赚有赔；而有的人呢，比如散户小白阿莱克斯·卡恩斯，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到这里，我们已经把风险讲透了，你也该明白了，佩洛西能赢啊，也不是因为期权本身，而是因为他站在了优势的位置。散户想要学他，十有八九就是交了学费。那最后的问题来了，既然如此，我们普通人还能从期货、期权里学到点什么呢？真正能拿来用的又是什么？别急啊，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完整的收尾和总结。第一，期货是什么？一句话，期货是锁定未来的价格合同。商品期货是农民锁粮价，航空公司呢锁油价，用来对冲风险的。那股指期货呢是基金经理的保险单，用来抵御市场下跌的风险的。它的本质其实呢都是风险管理的工具。但是华尔街的大佬们把它玩成了赌场，于是呢，很多投机客进去就多半变成了韭菜进场，爆仓离场。第二，期权是什么？一句话概括，期权呢就是花小钱来买未来的权利，看涨期权呢就是赌股价会涨，看跌期权呢赌股价会跌。可是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的风险有限，收益呢杠杆巨大。就好像你买房交定金，涨了赚大钱，跌了呢就认栽，赔了你的定金。期货像结婚证啊，签了你就得负责到底；期权呢像恋爱合同啊，爱就继续，不爱就分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期货必须履行，它的风险是无限的；期权可以放弃，风险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散户玩期货总是容易爆仓，而政客和机构往往偏爱期权。或许散户真正该学的是他们背后的金融逻辑，就是风险管理。你要懂得控制仓位和杠杆效应，你要明白高收益背后呢必然要承担高风险。还有就是信息差永远存在，散户的优势不在消息，而在你的耐心。期权、期货都可以学，但是千万别幻想靠他们一夜暴富。金融市场最爱收割的就是幻想。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